众所周知啊，纳斯卡是一项以速度为基本功，以一不小心就飞起来和打起来为看点的赛车运动。但飞起来的可不只有车、手套、头盔，甚至扰流板和扳手都能飞起来。这种行为在纳斯卡虽然可能会受到罚款和罚分，但和其他赛车比赛中还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不同，在纳斯卡你会受到观众的欢呼和解说的称赞。在本期视频里，我将以杀伤力和价值作为等级划分，为大家悉数盘点纳斯卡赛场上那些飞起来的道具。之前在上赛季纳斯卡10大名场面中已经盘点过3个扔头盔的名场面，没看过的朋友们可以跳转这期视频的8分40秒，本期视频就不做重复了。那么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带好汉斯，踩死油门，我们马上起飞。基本等于0伤害，代表道具手套、隔热罩，价值400美元。2002年在布里斯托尔赛道举办的 Cup 系列赛 Sharpie 500比赛的第403圈，此时是比赛第15次，也是最后一次黄旗刚结束。8号小戴尔·恩哈尔特试图在比赛重启之后的3号弯偷袭22号沃德·伯顿，但小戴显然没有预判好距离，直接给沃德·伯顿顶了出去。退赛之后的沃德·伯顿也不回坯房，头盔也不摘，就那么直挺挺的站在赛道上，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等小戴靠近之后，沃德·伯顿把赛车鞋上的隔热罩拆了下来，横穿赛道，精准找到小戴的赛车，把隔热罩甩了出去。车里的小戴还试着接住被扔过来的隔热罩。最搞笑的是，2片隔热罩击中了小戴的赛车之后还弹了回来，打到了沃德·伯顿自己。不知道为啥，我想到了巴舒亚伊。至于为什么不扔头盔，沃德·伯顿在去年9月小戴的个人播客节目上解释说，因为他太喜欢自己的头盔了，不舍得扔。也是，万一扔个头盔再弹回来砸到自己咋整？我相信看惯了 F1 这种兄友弟恭的缠斗，动不动就看 VAR 开罚单的绅士运动的观众老爷们，偶尔也会想体验一下没那么多规则束缚的狂野。对于我们来说，游戏就是体会纳斯卡激情最低成本的一个方式比如说 Steam 上的 NASCAR Heat 5，而如果拥有一台 Steam Deck 掌机，那岂不是可以随时随地开车了？最近拼多多9周年暑期大促，本次 UP 联合拼多多给大伙和粉丝准备了福利，特意给大家拿出了一批全新正品的 Steam Deck， 做9块9秒杀活动。Steam Deck 一体化掌上电脑游戏机，配置齐全，便携式长续航，出色的触摸屏，对比度出众，清晰度非凡，无论身在何处，随时随地都可以畅快开玩 NASCAR Heat 5、老头环、GTA 等大量 Steam 游戏。对了，8月即将到来的黑神话悟空也一并拿下，关键是这次不用拉人拼单，纯拼手速，点击直接抢。大家想要的话，直接点我视频下方链接，链接在就是还有库存，动手抢到就是赚到，大家快去试试吧。不过不管扔啥，在赛道上当场发现怒火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如像托尼斯托尔特这样像个迎宾员一样找到目标，然后把手套和隔热罩扔上去的，因为有仇不当场就报的话，赛后你可能连人都找不到。19年后的布里斯托尔夜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第464圈，4号哈斯车队驾驶赛百味战车的凯文哈维克在和9号蔡斯艾利奥特争夺领跑位置时，把后者挤到了墙上，导致艾利奥特左前轮爆胎，进站换胎时左前轮还遇到了问题。出站后被套圈的艾利奥特在解套领跑的凯文哈维克时还故意阻挡他，导致凯文哈维克在倒数第3圈被凯尔拉尔森头袭超越，差点就在16强被淘汰，压线进入12强。比赛结束后，两人在维修区里缠缠绵绵，你追我赶，如影随形，不离不弃。下车后也是进行了亲切而友善的交流，但就当他们要进行更亲密的举止时，却被煞风景的赛道工作人员拉开了。离开时，艾利奥特还1步3回头地望向凯文哈维克的方向，而哈维克则把手套扔向了艾利奥特离开的方向，然后把头盔重重地砸向了车顶，以表达自己无处发泄的怒火，好悬没把眼镜给干碎了。手套和隔热罩伤害指数2颗星，常见指数4颗星，性价比5颗星。低伤害汉斯装置，价值1500美元。2006年在夏洛特赛道举办的 Coca-Cola 600比赛第314圈，42号凯西米尔斯赛车失控，导致5号凯尔布什无辜躺枪，被米尔斯撞到墙上退赛。愤怒的凯尔布什退赛后扯下了赛车的窗户网，不顾赛事官员的阻拦走向赛道，在惯用手右手被薅住的情况下，以丢飞盘的方式用左手把汉斯装置扔向了米尔斯。但这次事故确实是米尔斯自己失控，并不是他故意撞上的凯尔布什。但凯尔布什看过录像之后还是不依不饶，他说他对赛车的调教非常满意，
正当他向冠军发起冲击的时候，被米尔斯的失误狙击了，并且丝毫不后悔扔东西的行为。而米尔斯则回怼说凯尔布什太幼稚，反应过度。最终凯尔布什因为擅自闯入赛道并向其他赛车投掷物品被罚款5万美元，车手和车队均被扣25分，缓期至2006年底执行。但是有被罚的就有没被罚的。2014年在布里斯托尔举办的 Food City 500比赛第160圈的4号弯，4号凯文哈维克在出弯时走了内线，错误地预判了11号领跑赛车丹尼汉姆林的出弯速度，导致自己出弯速度过快，把汉姆林给 pit 了。失控了的汉姆林又撞上了88号小戴尔恩哈尔特，领跑的好好的被人撞出去了，汉姆林肯定难受啊。于是趁着凯文哈维克再次经过时，汉姆林在赛道外凭借娴熟的汉斯投掷技术砸到了凯文哈维克的赛车，然后被扔出去的汉斯又自己弹回来了。这投掷技术和凯尔布什比起来简直高下立判。和怒斥艾利奥特时的粗暴态度不同，当时的哈维克当场认怂，不断在 TR 里重复自己不是故意的。其实这起事故没有官方的处罚还是比较意料之外的，因为就在2周前的 Sprint Car 比赛里刚刚发生一起因为路怒闯入赛道而造成的致命事故。什么是 Sprint Car 呢？就是这种外观奇特、有着轻车身、大尾翼、开放式大轮胎和开放式发动机的，专门为短距离椭圆比赛而打造的力大什么玩意儿都能飞起来的赛车。由于速度快，赛道一圈非常短，所以事故经常发生简单一句话，纳斯卡跟他比起来完全算得上是毕恭毕敬。一位叫凯文沃德的车手被上面提到过的前纳斯卡车手托尼斯图尔特顶了出去，然后他不顾黄旗冲下了车，对着斯图尔特的赛车比比划划。但这种狂野的比赛里谁会去在乎黄旗？凯文沃德被反应不及的斯图尔特当场撞飞。这起致命事故后，纳斯卡对车手退赛离开赛道的过程做了更严格的指示，并且禁止车队中任何人进入赛道或者靠近行驶中的赛车。但汉姆林就是在规则的边缘上反复试探，他没有进入赛道，而是在赛道安全员的身后把汉斯扔了出去，精准命中目标，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没有受到威胁，甚至汉斯还弹回来了，能及时回收官方可就没话说喽。既能保证收视率，又展示出了车手的个性，还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罚呢？汉斯系统伤害指数3颗星，常见指数3颗星，性价比3颗星。中伤害头盔价值5000美元。2007年纳斯卡第2级别 Nationwide 系列赛丹佛站第57圈，27号罗比戈登在防守身后41号车手时，完全忘记了身前33号车手托尼雷恩斯的存在，一不小心就把雷恩斯顶了出去，导致雷恩斯上墙，引擎炸锅。退赛后的雷恩斯站在自己封的烟里面，出其不意丢了个反弹球，击中罗比戈登的赛车。当然，这个动作也给时年43岁的雷恩斯招来了15000美元的罚款和25分的罚分，都够他买3个头盔的了。当然，反弹球肯定没有直球打得痛快。1993年在布里斯托尔城举办的 Cup 系列 Food City 500比赛的第308圈，在一次没有摄像机记录到的事故之后，一向温和的18号车手戴尔·贾瑞特把自己的头盔直直地扔向了造成事故的90号车手鲍比·希林。这一扔的力度准度恰到好处，力量再小一点就扔不到，再大一点就会弹到自己身上那么再来看一个错误示范。2005年在新罕布什尔赛道举办的 NASCAR Cup 系列赛 Sylvania 500比赛第191圈，15号迈克尔·沃尔特里普出2号弯之后，直接把7号罗比戈登顶到了墙上。在尝试把赛车开回维修区无果之后，罗比戈登直接下车走到赛道中间，差一点就站到了特里普的行车线上，然后罗比戈登把头盔近距离重重地砸向了特里普的赛车。这次横穿赛道可谓是非常之离谱了，罗比戈登就好像那些个抱着反正他们不敢撞我的心态横穿马路等着撞大运的大爷大妈一样，可以看到后面的赛车已经做了闪避动作。这起事故就罚的要更严重了，不光因为罗比戈登擅自闯入赛道扔头盔的行为十分危险，还因为他在电视转播画面中竖中指，以及在采访中说脏话。 And he's a piece of shit. And we apologize for that language. 最终他被罚款35000美元，车手积分被罚50分，其中有25分25000美元是因为事故，而剩下的是因为不雅行为。看了这么多比较陌生的名字，那再来看个熟悉点的。2012年 NASCAR World Camping Truck 系列赛 Pocono 站，在第34圈黄旗重启之后，排在第2名驾驶11号白色卡车的托德·伯丁试图西尾流抽头超越领跑的詹姆斯·布舍尔，
没有去注意到后面30号的蓝白色卡车被 Pete 上墙。而这辆30号卡车里坐着的是在3年前刚经历过雷诺撞车门而转战纳斯卡的小尼尔森皮奎特。可能小皮奎特就是天生背锅圣体。托德伯丁退赛之后下车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头盔扔向黄旗下慢速行驶的小皮奎特，可惜努涅斯附体了，没砸中。可能按照托德伯丁的想法，小皮奎特就该向左避让他，但小皮奎特身后那辆红色赛车就是托德伯丁自己的队友蒂莫西·彼得斯啊！你没被小皮奎特撞出去，等小皮奎特把彼得斯撞出去的话啊，可能赛后你的队友就来找你了。那么如何避免像托德伯丁以及奥斯汀迪伦这样砸不中目标的情况呢？砸一辆静止不动的赛车不就好了。1996年纳斯卡 Cup 系列赛在布里斯托尔举办的 Goodies Headache Powder 500比赛里，鲍比拉邦特就对着一辆已经趴窝的赛车动手了，只不过这是他自己的赛车。由于缺乏影像资料，我们只能从拉邦特的采访里了解事情的原委。37号车手约翰·安德雷蒂先是自己失误 spin 了，此时拉邦特被卡在一辆不肯让位置的被套圈车后面，为了尽快超越，拉邦特只能走到外线，但却正好和约翰·安德雷蒂撞上了。不过和上面那些位比起来呀，拉邦特的情绪算得上是相当稳定了。他下车发现赛车真的开不了了之后，狠狠踹了一脚轮胎，然后把自己的手套扔了出去。但是此时他身边一台车也没有，纯是对空气发泄。这他还嫌不过瘾，接着他把头盔狠狠砸向了车内，又把赛车鞋上的隔热罩脱了下来扔进了车里，全程没有对任何其他人撒过气。这是这个系列里唯一一次扔出去的东西落在了车内的情况。在这样一项狂野的赛车运动里，拉邦特简直是无被楷模。头盔伤害指数4颗星，常见指数5颗星，性价比2颗星。高伤害大锤价值200美元。如果说刚才提到的都是情绪发泄，那这次可就真有点要命了。2013年纳斯卡 Truck 系列赛马丁斯维尔站的比赛尾声，3号泰迪伦把14号临时工凯文哈维克 Pete 了，结果 Pete 技术不成熟，2败俱伤，而当时他们正在争夺亚军。回维修区的路上，认为是凯文哈维克关自己的门才导致事故的泰迪伦不停地插凯文哈维克的菊花，俩人就这么一路捅咕到了维修区，而场边站着的一位老头将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老头叫 Richard Childress， 是 Richard Childress Racing 车队的老板，而泰迪伦则是他的外孙子。但是 RCR 不光在 Truck 系列赛有车队，在 Cup 系列也有，而凯文哈维克在 Truck 系列只是个临时工，本职是 Cup 系列 RCR 车队的车手，和 Richard Childress 另外一个外孙子泰迪伦的哥哥奥斯汀迪伦是队友，在老板的眼皮底子下和老板的小外孙激情互捅，可见凯文哈维克和 RCR 车队有多不对付了。回到维修区之后，凯文哈维克故意停在了泰迪伦的位置上，不让人家进站，引发了泰迪伦车主的强烈不满和一小阵骚乱。而正当凯文哈维克开走了的时候，一把大锤飞了过来，好悬没砸着凯文哈维克伸出来的手啊！我作为一个汽车修理员，顺手扔个大锤很合理吧？当时凯文哈维克已经宣布将在下赛季离开在 Cup 系列效力了13年的 RCR 车队，并且借着这次事故大肆吐槽。他说自己离队的原因正是因为看不惯迪伦兄弟，他俩只不过是2个吃饭都要用勺喂的乳臭未干的小屁孩罢了，就因为他们爸爸是车队老板就能为所欲为，这下算是破罐子破摔了。最终纳斯卡官方认为凯文哈维克和泰迪伦之间只是单纯的赛道事故，但扔大锤的性质就不一样了。RCR 车队负责人保罗·李士满因此被罚款1万美元，扔锤子的机械师亚当·布朗被无限期禁赛。大锤伤害指数5颗星，常见指数1颗星，性价比5颗星。好了，这一期的纳斯卡盘点就讲到这儿。趁着 B 站有纳斯卡的版权，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维特尔传2019年的上半部分下期就会更新，那么我们维特尔系列视频再见。